赛过后啊，马上要进行的就是今天压轴大戏 A 组的比赛。那么 A 组的比赛和 B 组的比赛同样也是进行10圈。在 A 组的比赛方面，我们将会迎来明星车手王一博的参赛。那么同样的，我们要进行赛事的赛道珠海国际赛车场啊，现在也是不能算阴云密布吧，但是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对于参赛的车手来说，这样的天气条件有利有弊。排在第3位起步，同时也是 A1 组别的第1位。大家记住 ，A1 组别的第1位王一博，85号车手。王一博呢，在排位赛当中的圈速是1分57秒628。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争夺全场名次的话呢，排在第2位的王敬兵，还有排在第4位的胡通明呢，都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对手。王一博这场比赛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粉丝啊，来到现场为他加油助威。那么他的头盔上面呢，也是写着一个46的号码，也就是他在摩托车赛车运动当中的偶像级的人物啊，7届 MotoGP 的世界冠军罗西的这个在比赛当中的号码。那么罗西呢，如果是加上在 GP125和 GP250的世界冠军的话，一共是9届的世界冠军。看到王一博在赛前也是自己稍微静一下，毕竟要专注于稍后的这个比赛。好，1分钟的倒计时牌举起，那么稍后马上会开始的就是编队圈，我们俗称也叫暖胎圈或者是热身圈，来让车手呢对轮胎进行一个热身，同时最后来感受一下赛车还有赛道的各方面的一个状况。最后的倒计时30秒的牌子啊是已经就快要出世啊，留给车手去进行准备的时间应该也就不到30秒的时间。在30秒过后，他们将开始暖胎圈。在这个单圈当中啊，4.3公里长的单圈当中，他们需要尽可能的去来把轮胎还有刹车等等的工作系统进入到一个正常的工作温度当中。我们看到第一排最左边的就是王一博，王一博呢是85号，用的车型呢是雅马哈的 R3 的赛车。好，现在首先开始的就是暖胎圈，这并不是正式的比赛啊，只是一个暖胎圈，让车手来对轮胎还有赛车的各个部件来进行热身，并且最后来了解一下赛道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赛道情况呢，最大的和昨天的区别呢，就是赛道路面温度是比较冰凉的，所以车手要抓紧时间呢，让轮胎升温。那么所有的赛车用的都是有坑纹的这个赛车胎，如果是纯光头胎的话呢，那么其实呢要求这个轮胎温度呢要在90度以上，才是一个发挥最大性能的这样一个温度。那么因为到了90度以上呢，轮胎胎面的胎胶呢就会完全融化，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附着力，一个粘力，就有点像大家吃香口胶的时候啊，当香口胶在嘴巴里面融化的时候、软化的时候，那实际上那个粘力是会非常强的。那么赛车专用的热熔胎就有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它们暖胎是非常重要。如果温度不够的话，其实这个轮胎会变得非常滑。这和我们普通的民用胎要应付各种的道路，比如说冰冷的路面呐、烈日暴晒的路面呐、雨天呐，这种全能轮胎的要求呢是不一样的。赛车轮胎在功能方面是更加专业，也更加的单一。所以特别我们看到车手需要大幅度的晃动车身来保证轮胎全部的需要与地面接触的部分都能够进入到工作温度。因为在第1圈的比赛当中，大家也知道第1圈第1弯的争抢会非常的激烈，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在1号弯包括在第1圈的争夺当中获得位置上的提升。那么这个轮胎在第1圈的时候工作温度就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的赛车轮胎在没有进入到工作温度的情况下，抓地力的表现和进入到工作状态的情况是差非常远，有可能你离工作温度差那么3-5度，但是工作的这个抓地力啊是差到了有3-5成之多啊，所以对于车手来说，在暖胎圈的时候让轮胎进入到工作温度一定是非常重要。而且在摩托车的比赛当中，我们注意到暖胎圈其实大家是可以互相超车、互相来交换位置，但是在回到发车格上，大家都需要停回到原来的自己属于自己的发车格上，这一点和我们传统的汽车比赛有一定的不同。而且在直路上的摩托车两侧的这个胎面呢，由于是不接地的啊，在直路上行驶，只是轮胎的中间部分接地，所以两侧的轮胎的温度呢有可能会下降。所以经过一段直路的加速之后呢，车手必须要去留意两侧轮胎呢在温度下降之后的一个抓地力的变化。我们看到王一博已经回到了自己第3位的这个起跑位置上。
么在发车之后，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头排的3位车手的起步状况。在画面最右边的这台蓝黑色的赛车就是777号的赛车，是王一博的队友李宗。那么排在最左边的这台蓝黑色的赛车就是85号的车手王一博驾驶的雅马哈 R3 的赛车。那么前2位的车手李宗和王敬兵都是属于 A2 组，那么第3位的王一博呢属于 A1 组。那么胡通明排在第4位，也是属于 A1 组。所以王一博首先最大的对手呢是排在第4位的胡通明，因为是同组的对手。好了，那么看到在后面的长旗官已经挥动了绿旗，表示赛道已经准备就绪，比赛马上开始。留意信号灯，信号灯亮起，灯灭起跑。这场 A 组的摩托车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是正式开始了。我们留意一下呢，李宗的表现。李宗今天的整体的起步表现呢，相对而言呢比较的一般。那么现在来到了1号弯，那么今天的王一博呢，在起步方面呢，也是相对比较的小心啊。他困在中间的这个车群当中，一定要小心。现在大家顺利通过1号弯和2号弯的位置。今天我们的发车灯几乎是亮起很短的时间就熄灭，所以我们看到头排起步的车手有一点点的反应不及啊，反而是排在第2排起步的18号车手胡通明已经取得了领先，而王一博也是稍稍反应有一点点慢，在起步的时候掉落了非常多的位置，但是好在他能够快速的找回节奏。现在对于他来说尽可能的安全通过这个前面的一个区间范围之内，重新取得回他组别的一个领先位置。那么当然对于他来说 A 组别的主要竞争对手胡通明目前是在全场领跑的，所以接下来他的工作需要去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超越其他的竞争对手。而他的队友李宗呢，由于在圈速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他的个人实力呢是明显的强于其他的车手，所以李宗呢现在已经迅速回到了第1位的位置。这边王一博需要特别的小心，因为1号弯包括第1圈整体的交通状况会非常的复杂，因为大家的整体节奏都没有带开所以跑的这个车龙是非常的密集，在这个时候需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大家的赛道上的距离非常接近如果超越和反超越的时候稍微尺度留意不当，就有可能发生擦碰。在1号弯刚刚有2位车手也是险些发生擦碰，但好在最后大家都能够顺利的通过1号弯。那么现在呢，王一博呢相对而言节奏是比较的小心的，那么这个是非常正确的。毕竟因为他现在呢困在这个集团当中，车比较多，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稳定。现在他的队友李宗呢是排在了第1位，准备率先的完成第1圈的比赛。至于18号的胡通明呢，目前是在第2位。那么胡通明呢在完成第1圈之前还向后看了一下，李宗呢在起步圈的圈速呢达到了2分887秒。那么胡通明呢第1圈的圈速也是2分01秒574。目前王一博呢是排在了第6位，起步圈的圈速呢是2分02秒426。那么接下来呢，王一博就可以慢慢的往前追了，毕竟他的圈速呢要比他现在前后的这一批车手呢是来得快的，他有能力能够超越对手，不过也要注意安全，要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看到在这边4号弯的刹车点，王一博有机会是晚刹车，率先超过了一位对手，提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5位。那么对于王一博来说，他在排位赛当中已经是做到了1分57秒尾的一个成绩。这个成绩相对于场上其他的竞争对手来说，其实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10圈的比赛当中希望王一博也能够稍稍耐心一点在注意安全的同时尽量的去渐渐的来完成对手的一个超越，特别是他目前的主要竞争对手胡通明排在全场第2所以这是应该现在注意到胡通明已经掉到了全场第3的位置所以王一博很快就能够去对前面的竞争对手来发动进攻。所以 A1 组别的冠军这边9号弯，我们注意到王一博再一次提升了位置，很快就来到了胡通明的身后，所以2位车手很快就会为 A1 组别的头名发起一个缠斗。刚才呢，王一博在4号弯和9号弯的超车呢，非常的漂亮现在他不断的往前追赶，目前排在第2位的就是江江。王一博现在已经完全到了同组的对手胡通明的身后，接下来那么就将会有非常精彩的这个攻防大战。目前呢，王一博那么在场上的名次方面呢，是在胡通明的身后。全场第4的位置，他现在排在领跑的是目前暂时领跑是他的队友。我们看到13号弯出弯之后，王一博应该是轻松的超越了18号车手胡通明，来到了全场第3，同时也是 A1 组别的第1。那么现在他身前的目标就是江江以及他的队友李宗。胡通明呢，刚才在第3位的位置12号弯出弯呢，明显要慢过王一博。那么所以出弯之后呢，王一博迅速的在短直路上已经是超越了胡通明。现在王一博呢又超越了江江，来到了第2位的位置，那么紧紧的跟在队友李宗的身后。
2圈过后啊，我们看到李宗和王一博已经是快速的从发车的这个比较劣势的位置上重新回到了领跑1、2的位置。那么对于雅马哈万里达车队的2位车手来说啊，这个表现真的是相当的精彩。那么接下来对于王一博来说，有机会就可以去挑战一下身前的李宗，但是他们2个是不涉及组别名次的。对于王一博来说，去挑战前面的领跑车手，那其实这个李宗也可以根据身后王一博的一个节奏来去带领整个车阵，特别是王一博现在身后主要的竞争对手，我们看到胡通明已经是落后在江江的身后，和王一博中间有1位车手的差距。李宗的排位赛的杆位圈速呢是1分52秒969，王一博的排位赛圈速呢是1分57秒628。那么目前呢，王一博圈速方面最快做到了1分58秒245。那么王一博呢，今天进入比赛状态呢，可以说是进入的非常快啊。所以虽然在起步方面呢遇到了一点小问题，但是比赛的第2圈就迅速的完成了对前面的各个对手的超越，现在已经来到了队友李宗的身后。当然，李宗这个周末呢，整体而言也给了王一博非常多的一些帮助啊，包括排位赛当中迅速的帮助王一博呢进入到了一个比赛的节奏，来提升他的圈速。而且我们注意到，其实王一博在上一圈的比赛当中啊，最快单圈成绩1分58秒245，是全场的最快单圈，而且在上一个单圈当中，其实他是有涉及到与对手的位置交换，这也就意味着他在进行攻防战的时候已经做到了1分58秒245的最快单圈，所以对于他来说，接下来的比赛应该会是处于一个比较轻松的节奏，因为他身后的主要竞争对手胡通明还在和江江来进行缠斗，在看台大直路这边，18号车手胡通明应该是超越了江江，来到了全场第3的位置，但是1号弯我们看到江江反攻对手顺势的又把全场第3的位置给抢回来了。那么江江和胡通明之间的一个缠斗也会给前面的王一博更好的喘息空间，让他能够快速的带开在组别的领跑位置方面继续的扩大优势。王一博呢，刚才那圈的圈速呢做到了1分56秒764，那么这个圈速要比他的排位赛圈速还要来得快，所以这场正赛明显王一博的状态真的是非常棒，要比排位赛要来得更好。那么当然，目前全场的最快圈速呢是他的队友李宗做出来的1分54秒648。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18号车手胡通明陷入到了乱战当中。这边7号弯非常小心和江江在入弯和出弯线路上有一个交叉所以需要避免到2位车手发生碰撞2位车手的节奏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那么在这个集团进行缠斗的同时，我们注意到李宗以及王一博领跑的2位车手分别进入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当中。李宗已经是1分54秒648的成绩在带开，而王一博1分56秒764，跑得比自己排位赛还快。大家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进入到这条10号弯出弯之后，大家知道2台雅马哈的赛车真的是一骑绝尘，身后的应该算是第3集团了，在进行一个名次上的争夺，目前也是为全场第3名的名次来进行缠斗。那么第3集团的这些车手呢，竞争的越激烈的话呢，其实他们的绝对圈速是会受影响的。这样的话呢，对于第2位的王一博就越有利。王一博可以趁着后面的车手在互相缠斗影响圈速的时候呢，能够趁机的拉开他的优势。目前呢，王一博呢领先第3位的车手呢，应该已经有超过1秒钟的优势。我们来看一下李宗目前的最快圈速达到了1分52秒899。那么现在王一博呢是排在了第2位，刚刚过去的这一圈的圈速呢，略比之前的圈速慢了一点点，1分57秒595，但已经足以继续甩开后面的车手。那现在呢，要比后面排在第3位的车手张浪要快了3秒钟，所以目前王一博这个第2位的位置呢，总体而言是比较的稳固的。而且王一博跑在的单圈范围是1分57秒585，而身后的对手主要的竞争对手都跑在1分58秒开外的单圈成绩，意味着在最近的2圈当中，王一博应该能够以1圈大约有1秒钟的优势带开身后的对手。那么我们的比赛已经完成了4圈，还有6圈要跑。如果按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那么对于王一博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特别是身后主要的竞争对手都陷入到了苦战当中。现在排在第3位的车手呢，就是6号的张浪张浪也趁着前面的江江胡通明等等的车手在激烈拼抢的过程当中冲了上来。7号弯好几位的车手呢，几乎是同时进弯，真的要小心。在这里呢，大家不同的线路进去的话呢，出弯的线路自然宽窄也不一样，很容易会发生一些意外。无论如何，只要第3集团的车手拼得越凶，那么其实对于前面的王一博就越有利。现在王一博，我们看到9号弯的时候呢，张浪被其他的车手呢稍微碰了一下，那么只能够进入到草地缓冲区当中。
第3集团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刚刚应该是江江和张浪啊，哎，这边6号车张浪在冲进了缓冲区之后啊，没有能够把握好赛车的动能啊，最后是遗憾的摔车啊。希望如果他的赛车啊，而且还是面向了错误的行驶方向啊，这边赛车能够重新打着啊，在看所有的赛车顺势通过之后啊，需要特别小心啊，重新返回赛道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这边没有问题，但是损失了非常多的时间，像刚才说到的第3集团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车手需要特别的小心，稍有不慎发生失误，一点点擦碰就有可能让比赛满盘皆输。又完成了1圈的比赛，那么李宗1分52秒514，现在继续领先第2位的王一博呢有14秒钟的优势。当然，王一博呢全场是第2，但是在他所在的 A1 组当中，目前是排在了第1位。现在呢和他同组的胡通明已经是来到了第3位的位置，和王一博呢有2.6秒钟的一个差距。那么他的现在的整体的节奏呢，和王一博呢是差不多的。刚才王一博的这一圈的圈速略有些慢1分59秒236，我觉得也是王一博呢战略性的把圈速放稳定一点点。首先是保证完赛，因为毕竟他目前呢还是有大概2.5秒钟左右的领先优势，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拼得太凶。而且赛程现在才刚刚过半，而大家从我们刚刚的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啊，其实现场的风势会非常的大，对于我们车手的操控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当然，对于轮胎温度也会有影响。所以王一博现在的主要策略应该就是把自己的圈速稳定在58、59秒的一个区间范围之内，然后看到身后的对手，根据对手的一个情况来评估自己的圈速是否要提速。如果对手一直跑在和自己大概有2.5到3秒钟左右的差距范围之内的话，那其实对于王一博来说，保持现有的节奏完成比赛，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策略。那么全场第1的李宗，目前呢已经是开始套圈了。他的圈速呢，相比其他的车手呢，实在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这边王一博小心了，后面的18号车呢就是胡通明，现在感觉上已经是越追越近了。胡通明呢在第3集团的竞争当中突围而出之后呢，目前渐渐的进入到了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他的圈速呢也会在不断的提升。他当然也是希望能够追进前面的王一博，毕竟2位车手呢都是同属于 A1 组别，是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这边王一博还是追求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圈速啊，通过了14号弯。那么刚才的那一圈呢是1分59秒236，那么接下来刚刚完成的这一圈的圈速是1分58秒813。那么王一博实际上也在提速，只是身后的胡通明刚才这一圈更快，1分57秒600。所以王一博领先第3位的胡通明的这个优势呢，已经被缩小到了1.4秒。现在王一博呢，应该是感觉到了压力，他需要再把速度略微再提升一点点。对于王一博来说，稍微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身后的2位对手包括胡通明和应该是王敬斌2位车手跑在同个节奏当中。那其实摩托车的比赛，2位车手共同来进行赛跑，并且圈速都相当的话，那其实2位车手可以形成互相的弹弓效应，并且在圈速上来获得提升。所以现在2位车手反而比现在目前处在第2的王一博的单圈速度来得要快，所以对于王一博来说也需要抓紧提速了。现在在王一博的前面呢出现了慢车啊，这个是慢1圈的被套圈车，在过慢车的时候呢也要小心。看到王一博呢应该是出弯的速度呢略受一些影响，因为被慢车挡住了这个最佳的出弯线路。看到他的整体的动作，他的出弯应该不是一个最佳的出弯的状态。来到了9号弯，身后的2位对手胡通明还有王敬斌已经是追近了。其中王敬斌呢跟他是不是一个组别，但身后18号的胡通明跟他就是同一个组别的对手。这也是直接组别名次，特别是 A1 组别冠军之争啊。我们看到在刚刚王一博出弯之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现在2台赛车18号和85号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了1秒钟之内啊。胡通明已经进入到了攻击范围，所以王一博需要特别的小心。王一博呢，目前的最快圈是56秒764，但过去的这2圈呢，基本上是在1分58到1分59之间。来看一下胡通明的目前的速度呢，非常的快，已经是来到了王一博的身后。王一博呢，现在压力肯定是会变得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看看完成的这一圈。通过最后1弯之后，是我们的看台大直路出弯的速度非常的重要。在1号弯的刹车点，我们看看胡通明有没有机会能
够尝试晚刹车，这边没有选择贸然的抽头来进行进攻啊，还是紧紧的跟在王一博的身后。上一圈呢，其实胡通明的圈速呢要比王一博快了1秒钟以上，所以他现在完全是贴在了王一博的这个身后。接下来过了全速的3号弯之后呢，马上就会来到了4号弯的位置。那么4号弯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超车的一个地方。3号弯呢，王一博表现得非常好啊，整体的节奏，所以呢，现在稍微拉开了一点点的距离。但是进4号弯和出5号弯的时候呢，明显胡通明的弯心速度要来得略快一点点。所以现在看看王一博将会采用怎样的应对策略，因为在他身后啊有2位竞争对手，其中1位胡通明是与他直接参与组别竞争争冠的车手啊，另外1位王敬斌则是会影响到他全场排名的1位车手。那么当然，如果他发生失误，或者是在和胡通明竞争的同时啊来进行缠斗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对手同时来进行超越。所以特别是这边还有2台慢车啊，需要特别的小心啊，处理起来要非常的干净和利落，不然出弯受到影响的话，会对他的出弯速度有非常大的影响。那当然这边顺利通过9号弯、10号弯出弯之后，我们看看王一博的出弯速度似乎受到了影响。这边18号车手胡通明在出弯之后能够卡到王一博的内线，看看11号弯的刹车点谁能够抢到先机，而王敬斌也卡到了内线。接下来，那么3位的车手呢，拼着进入到11号弯当中。那么目前看到呢，胡通明有可能是已经跑到了前面去了。刚才慢车呢，的确呢，对于大家的绝对圈速呢，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现在胡通明暂时是在王一博的前面，但王一博出弯的速度呢是来得更快，所以又反超前了胡通明。现在王一博继续排在了全场第2 ，A 组第1的这个位置上面。上一次王一博就是在同样的位置超越了胡通明，来到了全场第2的位置，所以看起来在出12号弯之后，王一博的赛车还是可能占据了更多的优势。王一博也可以在这个弯角发挥自己更多的优势，尽可能的拉开与对手的差距，特别是在最后2、3圈的赛程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在这个地方拉大与对手的差距，尽可能的避免在最后1弯甚至最后1圈的比赛当中被对手超越。现在比赛呢只剩下最后的2圈了。那么对于王一博来说呢，一个是要保证一定的平均速度啊，第2个一定要非常的稳定，这样才能够抵御来自对方的一个进攻。明显看到4号弯在刹车点方面的胡通明呢能够做得更晚，所以出4号弯之后呢，胡通明又贴近了王一博。现在他们的前面呢又遇上了被套圈的慢车了。那么王一博上一圈的圈速是1分58秒903，要比胡通明大概慢了0.1秒左右。胡通明现在率先进入到7号弯当中，完成了对王一博的超越。现在胡通明暂时是来到了全场第2 A 组第1名的位置，而且他在前面的不断的做着一些变线的动作。但出弯方面呢，明显的王一博呢还是来得更快，来到了9号弯，王一博有机会能够反超前。刹车进弯暂时是没有办法，胡通明现在仍然是跑在了王一博的前面。王一博呢现在还要留意一下身后王敬斌的情况，当然王敬斌呢跟他并不是完全是一个组别的竞争的对手，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在他前面的18号的胡通明。刚刚在7号弯，胡通明选择的刹车点非常的晚，能够强势的插到内线来取得领先。这边11号弯，看看王敬斌和王一博之间的一个缠斗。那么也希望王一博在和对手的进攻攻防战当中不要丢失节奏，因为现在是一个3路的竞争所以任何一点稍有闪失，我们看到这边12号弯、13号弯的一个连续弯角方面，王一博还是赛车有一定的优势，出弯之后快速的带开对手。那么在这一次的攻防战当中，王一博再次的是占据了先机重新回到了领跑第2名的位置，组别的领跑位置。所以现在看起来3位车手的攻防战一直会持续到最后1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1圈。王一博呢，刚才1圈的圈速呢是提升到了1分57秒884，而胡通明的圈速呢要比王一博慢了大概0.1秒左右。现在比赛已经是来到了最后1圈，非常关键的1圈。那么就看这一圈的表现了。这一圈呢，相信胡通明在过了4号弯之后呢，将会持续的向王一博发起进攻。不过这次来到4号弯的位置，的确胡通明的刹车点呢再次要比王一博来的稍微晚一点点，所以能够迅速的贴近王一博。7号弯就是刚才呢胡通明超越王一博的一个弯道。那么过了6号弯之后，7号弯就要来了，这是个重刹车的一个慢弯。不过这次呢，王一博整体节奏把握得非常不错，胡通明帅哇！非常的危险应该是胡通明自己对胡通明的一个失误，直接带倒了王一博。这个是我们在比赛当中最不愿意看到的。其实，在 MotoGP 的比赛当中
领跑的积分榜多维肖索也是在上一站的比赛当中被对手带出了赛道，非常的郁闷了。王一博现在的赛车呢似乎是没有办法启动。那么刚才这一下呢，的确应该是胡通明的失误。胡通明进入到7号弯的时候呢，赛车失控，结果带倒了在外弯方面的王一博。王一博的赛车呢，看来是没有办法启动，没有办法重新投入到比赛，非常的王一博自己非常的生气，非常的遗憾，因为这真的不是他的错，是胡通明自己的一个失误带倒了王一博。真的选择的有一点点太过冒失，太晚了，而且你以这样的速度进弯，其实是没有办法合理的过线。这边我们的终点线出示了方格旗，李宗是顺利拿到了全场的冠军，但是我们的2、3名争夺战应该会有一定的争议了，因为王一博其实他已经走在了正常的入弯线路上，而且我们说到就是胡通明的这个进攻啊，刹车点选择的非常晚，但是他已经low side，就是我们说到没有办法以正常的速度进弯了，这个时候再把正常过弯的王一博带倒在弯心当中，而王一博的赛车又因为摔车之后没有办法重新发动，最后是遗憾的没有办法能够完成比赛，非常的懊恼。仲裁呢要判的话呢，那基本上就胡通明全责，因为当时呢王一博已经进入到了 Apex， 他已经率先进入到了弯心点当中，但胡通明不但是这个时候插入到了弯心，而且赛车还明显失控，带倒了王一博。一博也是非常的生气啊，其实最后一圈呢？对，最后一圈其实。对，如果大家都能够稳定的来发挥这个弯角，其实非常精彩的最后一圈的争夺战。我们看到胡通明的刹车点选择太晚，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正常入弯，所以最后 low side 掉赛车之后啊，只能是摔车把王一博的赛车给铲倒啊。那好在王一博的这个7号弯，其实在珠海是一个速度比较慢的弯啊，好在2位车手都能够全身而退，但是也希望王一博这个在这场事故当中不要受伤啊。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刚才已经看了慢镜，更加可以确定是胡通明的全责。他进去首先low side呢，就是指前轮首先失去抓地力，然后转倒之后呢，是直接把正在外线正常进弯的王一博给带倒。哇，这场比赛我们没有想到最后是以这样的形式来结束的，因为看看这边真的是非常的遗憾。如果2位车手顺利的去完成比赛的话，最后一圈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赛后攻防战。我们看到哇，王一博应该非常气愤啊，还是想要回到赛道边去质疑刚刚摔倒的胡通明的这个行为。其实，在 MotoGP 的比赛当中，我们也是看到，特别是像多维西奥索在摔车之后，也是觉得很气愤，为什么你要把我正常行驶的赛车给撞出去呢？而且在除了 GP 组别之外，还有这边你也可以看到 A 组当中的车手85号王一博已经在准备了，而另外一边呢85号王一博的战车也已经是准备就绪。A 组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那么在 A 组当中呢，他今天是在前排起跑，第3位起跑。这一边是我们的杆位车手李宗。777号老神在啊，李宗是单圈速度奇快，基本上对手要想威胁到他，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优势是2位车手呢都将会在前排来起跑。那么对于王一博来说呢，其实有一个小瑕疵，瑕疵在哪里呢？它是在臧侧，换句话说，那里不是行车线。所以在起跑的时候呢，它的抓地的效果就不如行车线上的赛车在起跑第一时间里的抓地效果，所以这对于85号王一博来说是一个挑战。同时呢，他起跑之后还要及时的往左侧来靠，就是往自己的行车线上来靠，这个也变得非常的关键。王一博非常的冷静啊。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大家不断的在给85号加油，在给魔爪雅马哈中国车队加油，总共依然是要跑10圈。另外一方面，
85号的战车也已经准备好了。车手准备就绪 ，A 组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哇哦！ A 组的比赛呢，将会是在4点钟开始。那目前3点50，等于说还有10分钟的时间。王一博现在也是在做最后的一个准备备战的工作。 好，话不多说，赶紧回到我们的拼房当中，因为现在车手已经是出发了，要准备来进行战斗了。哇 ，A 组的比赛，昨天的练习，今天上午的排位，都是为了这一场较量的那一下，同时把这个前轮压住，就会来得更有力。而对于在左侧飞行车线上，对不起，在右侧飞行车线上的85号王一博来说，起跑之后他需要的是处理好本身是脏侧，抓地效果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理想，同时他还需要慢慢的往左侧来靠，也就是说往左侧靠到行车线上之后呢，才会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入弯的一个角度跟位置。所以对于王一博来说，任务会更加艰巨。 还好，就是 A 组当中的2位队友，魔爪雅马哈中国车队这2位队友李宗和王一博都是在前排起跑，这样呢，车队就像刚才排位赛结束之后，我们采访车队的经理小谢老师所说的那样，会安排一些战术的执行来做一定的配合，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配合，这就是车队的最高机密，肯定是不能说的了。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期待他们在今天比赛里面起跑的一瞬间，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机会。另外，之前我们也反复的跟大家讲过，其实对于身高的车手来说呢，在比赛的起跑的时候是吃亏的。另外呢，就是在直道当中，风阻相对于其他车手来说要来更大，同样也是吃亏的。这因此处理的时候要小心。 OK， 接下来85号王一博专心的来清理自己的头盔啊。所以现在呢是车手冷静的时期，现在也是车队做最后的一个调整的时期。 大家都在自己的发车位上等待着发车。每一位车手呢都有他的习惯和特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些车手他在这一刻的时候呢是不愿意说话的；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些车手呢，他会这一刻的时候会刻意的跟周围的人呢说说笑笑来放松自己的情绪。那么每一种方式呢，其实都是车手让自己来专注、让自己来减压的一个方法。 夺得杆位的同样是来自于魔爪雅马哈中国车队的车手李宗。这边可以看到85号非常的专注啊，听着音乐。那么李宗呢，则是很放松，在接受这个最后一刻的采访。
听音乐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放松方式。那么对于85号王一博来说，我们来做一个兵棋推演。首先，在处理好自己起跑第一下的前提下呢，他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慢慢往行车线来靠，并到行车线之后呢来入弯。第二种选择呢是慢慢往行车线靠的时候，如果后面的对手上来的话呢，并不要刻意的避让行车线来说，特意的在最靠中间一点的位置来压住对手的内线入弯，这样同样可以让他取得一个入弯的一个优势。还有呢，就是李宗在起跑，如果李宗的起跑能够处理得很好的情况之下，看看能否来进行一定程度的压制。前排优势是在于，在没有车的情况之下，可以专注于灯号，因为毕竟呢前方是没有车的。前排第3位起跑的缺点是，它是在赛道的最右边。我们跟大家反复讲啊，珠海这条赛道呢，整个宽度是12米，在有些地方的最宽处有14米，所以实际上，在右边的车辆的起跑的这个位置要往左边靠呢，还是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起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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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一下非常关键。大家都在给我们的车手加油啊，都在为我们的车手加注能量，希望他们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可以突破极限，突破自己的极限。777号李宗也过来跟自己的队友一起打个手势，为王一博加油。协同作战。加油，一博！看着还是非常的放松，非常的冷静，沉浸在自己的状态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发车位上，有些人呢是喜欢，最后一次啊，我们看到还有人在打电话，有些人呢是第一时间就把头盔戴上，而王一博呢则是最后一刻是来戴上头盔。车队总教头最后一刻再次的命令射击。所有人撤场！所有人撤场！现在是要把媒体来进行清场。王一博现在是戴上自己的耳塞，整理好最后的装备。会狗。最后再补充一点能量，总共要进行10圈的战斗啊！所有人撤场！先是媒体清场，然后呢是工作人员最后一刻再来退场。那媒体清场之后呢，基本上车手就要把自己的装备都整理好了。大家还在不断的给他加油。赛道评单，此刻成金，对，此刻成金，金色的金就是我们今天的通关口令。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为大家送出的众多好礼啊！不要忘记了，我们在整个比赛结束之后，在颁奖结束之后呢，还将会进行我们最后一次的大抽奖，送出的礼物更加的给劲，包括有车队车手的签名海报。哎，尹正也过来，
为自己的队友加油。来了。哦，在批房当中，现在尹正可以说是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战斗，而且站上了颁奖台的最高处啊，所以他现在非常的轻松。接下来他的工作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加油了。走，这个走。下去，先下去，下去。这是王一博的车载镜头，关键时刻到了。再来看看整个的一个发车位，第一排当中包括有来自于魔爪雅马哈中国车队的车手李宗获得了杆位，成绩是1分52.969。前排当中中间的位置，第2个起跑位置是王敬斌，27号。排在第3位的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我们的独家车载镜头所为您呈现的85号王一博，同样来自于魔爪雅马哈中国车队。第2排在第4位起跑的是胡通明，18号，这个在练习赛跟排位当中都是85号王一博最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然后是99号詹俊浩，紧跟着在第6位起跑的是37号江江，第7位起跑的是6号张浪，第8位起跑的是陈丹丹，女车手，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一位车手。接下来在第9位起跑的，紧张。他赛完之后再管吧。比完赛8圈。8圈，跑8圈。所有的车手现在都已经把自己的油门在不断的轰油门啊，马上要开始暖胎圈。预期。跟 B 组不一样 ，A 组的参赛车辆更多，总共有31辆车。所以在 A 组当中呢，又分成 A1 组、A2 和 A5，以及 A3、A1、A2、A3、A5 组，总共有4个小的组别。那每一个组别当中呢，都是参赛的选手都是有不一样的资格。所以理论上来讲呢，同样是一个混跑的一种状态。那么对于85号王一博，实际上是在 A1 组，而李宗呢是在 A2 组777号。从总的大组上来说，李宗是夺得了杆位，最左侧第1个位置起跑。虽然是在同一排，但是第1、第2、第3都是有一定的错位啊。错开一点位置，李宗一马当先在前头，漂亮85号王一博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磨胎，所以没有刻意的说是一定要守在第3的位置，尽量的让自己的轮胎呢有一个最充分的预热。我觉得他也可以适当的晚一点回到自己的发车位。当然呢，这是有好有坏，因为你的时间控制一定要控制得非常好。有的时候，如果你回来的太晚的话呢，可能你准备灯号的这个准备呢就会比较仓促。也有些车手呢喜欢我，就按照自己按部就班的，按照正常的一个速度回到自己的停车位上。OK，
你可以看到，到了直道之后呢，杆位车手李宗跟85号王一博两个人刻意的把这个速度都慢一点，因为毕竟啊他们在前排，所以太早回到这儿，他一定会等很久，因为裁判一定是等到所有的车辆全部都就绪自己的起跑位之后，才会撤旗。哇，紧张紧张！从这个位置当中可以看到，距离画面最远的，这就是夺得杆位的车手777号李宗。这时候后面已经绿旗挥动，表示所有的车手已经做好了准备，红旗撤出清场，车手现在专注于灯号，红灯，灯灭，比赛开始。王一博起的并不算特别理想，还是因为脏侧的关系，他起慢了。这样的话，陷到车阵当中。哇，这个灯号我觉得确实红灯一下就灭了，所以现在没关系，因为进行10圈的比赛，所以慢慢的从后面一点点往上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自己的节奏。其实今天李宗给人感觉也是慢了，我觉得真的这个做了那么多年的比赛，当然按照规则规定，这个红灯亮起之后是5秒之内它会熄灭，那么3秒它有的时候是3秒钟熄灭，有的时候是5秒钟熄灭，只要在5秒之内熄灭，它规则都是允许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对于车手的一个考验。今天给人感觉红灯亮完之后，突然之间马上就灭了。这时候可以看到777号现在已经是杀到了第1位，但是对于王一博来说呢，现在85号需要慢慢的把自己的速度放出来，前面还有不少的车手需要超越。慢慢来，不着急。这是85号王一博的战车。李宗现在冲到第1之后呢，再回头看自己的队友。李宗现在比赛当中还是排在第1。胡通明上了几个位置，目前排在第2位，37号江排第3，张浪排第4，王进兵前排也掉了位置，王一博前排起跑也掉了位置，所以无一例外的，这个前排的3辆车在起跑一瞬间都掉位置，反而是李宗呢在比赛第1圈当中没跑多远，就成功的又超回了自己的领先位。但是对于张继明也好，对于王一博也好，需要从后面慢慢的再往前追。车队也在看啊，尹正也在场边关注着自己队友的表现。这是李宗，现在王一博上到第5位。壞車啦！對手壞車，邊個？阿胡通打。有機會，畢竟這比賽才開始，沒關係，不着急。又上一個位置，漂亮。他現在已經衝到第4了。在李宗在前面頭車，回頭再看自己的隊友。确实他非常关心自己队友的一个节奏跟表现。其实这个时候最好的一种策略方式呢，就是李宗在前面做一定程度的压车，把整个的这个速度压下来，那么便于自己队友来迅速的接近对手。再超一个位置，上到第3了，漂亮。
所以现在王一博回到了第3，他的起跑位还有机会抓到真空带，直接走内线，上到第2了。哦，根本就不需要进入到刹车区来跟你拼刹车，直接在直道上就把对手扒掉了。王一博刷紫了，1分58.245，做了一个全场最速圈。哦，今天真的是，其实我也是觉得啊，这个灯号灭的有点快，不过呢，没毛病，因为按照规则它是可以这么做的。如果这个灯号是停了，红灯亮起超过5秒的时间，那是不对的，那就是灯号在熄灭的不合理。但是在5秒之内，它都是合理的。这个也是刻意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第一呢，它不会让车手在这个准备的时间太长。第二个呢，它刻意的做的没有规律呢，也是对于车手的一种反应的考验。今天把前排3位车手全都给晃到了。不过还好，现在王一博已经是杀到了第2位，李宗现在还是排在第1。所以目前的场上最速圈还是王一博的1分58.245。P1 58.2，L7 呢就表示还剩7圈，P1 呢就是表示你在这一组当中是排在第1的。然后这边告诉他58.4，表示你刚才的圈数是58.4。哇哦，王一博做了一个1分56.764啊，这个是他在整个的比赛周末的最快圈。我记得星期5练习的时候，他说他曾经做过1分57头，现在他已经把自己这个1分57头的成绩已经打破了，已经进入到1分57以内了。所以人家都说嘛，就是说比赛永远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竞技状态，你的肾上腺激素的一个分泌会让你大幅的提升自己的成绩，可能你练车的时候永远没有办法跑出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目前李宗还在第1，魔爪雅马哈中国车队的车手刚才刷紫了，刷了一个最速圈1分54.648，这个成绩还能快。而王一博目前是排在第2位，85号，同样来自于魔爪雅马哈中国车队，1分56.764排第2。第3位现在是37号江江是 A2 组当中的车手，才跑到第3圈。而胡通明是跟王一博的同组车手呢，现在在第4，是1分57.468。王一博现在跟自己的队友之间的秒差是在2.6，大概是3秒，但是王一博现在领先身后的江江已经是超过1秒了，这样对手是要想抓他的真空带已经抓不到了。这是王一博的车载，到了直道的尾端，把身体立起来，重心完全要放到后段来进行刹车，那么手臂呢一定要支撑得住。这是车队的工作人员。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网上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非常的可爱啊，写的是冲呀！确实，从一起跑掉到后面，然后快速的能够冲回自己的位置，不单单冲回自己起跑的第3位，而且能够超到第2，相当难得。还有6圈，后面的厮杀也非常的激烈啊。
哇哦，这第3名的争夺啊，这个颁奖台最后一个位置，现在已经是有4辆车在抢，5辆车在抢，漂亮。这就是考验车手贴身近战的能力。哦，今天比赛里面6号是张浪，直接转倒了，应该是。我们再确认一下，刚才这个镜头带的并不是特别清楚，看看是不是6号。因为现在给的赛场上，对，是6号张浪。张浪原本是在前面领先集团的，目前排在第1的还是李宗，列第2位的依然是85号王一博。目前王一博跟身后的胡同明是有2.6秒的差距，但是刚才一圈胡同明要比他快，跑了一个1分58.1，王一博的成绩是1分59.2。王敬斌呢是前排起跑的车手，目前是列在第4。江江一度是在起跑之后排在前头，但是现在江江已经掉到第5了。这边，李宗还是单人独骑啊，在前方独走1分52.514，再次刷子。85号王一博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跑，看看这一圈过线之后他的成绩。啊，已经有这个摔车车手直接回到维修区里面，王一博过最后一弯，看这一圈他的成绩，感觉现在后面的胡同明有一点缩小跟他的差距。这一圈王一博做了一个1分58.8，但是胡同明刚才一圈是57.6，所以还是比王一博要来得快。两个人现在只差1.4秒，比赛还剩下4圈。然后王敬斌呢是排在第4位，江江现在是排在第5。接下来有一点小麻烦，因为胡同明现在已经在快速的接近85号王一博，而王一博现在是碰到慢车了，还好这边慢车主动让道了。感觉这一圈现在胡同明再次缩小了跟王一博之间的差距。过线之后还剩3圈，从练习到排位。实际上，85号王一博跟胡同明之间的成绩就非常非常的接近。这边18号胡同明已经追到了85号王一博的身后。现在确实需要车迷朋友们给我们的魔爪雅马哈中国车队加油！同样的，更需要车迷朋友们给我们的魔爪雅马哈中国车队的177号李宗跟85号王一博来加油。
补充能量。但这边王一博并没有做任何的这种画龙的动作来阻止对手接近了。哇哦，这里两个人已经是首尾相接了，恐怕胡通明会找机会向前方的85号王一博发起攻击。第4弯，第5弯。高速的第6弯，这是李宗。王一博的车载。谢谢大家的接下来又是面对2辆慢车。多少节奏会受到干扰？哇哦！现在胡通明这个弯角出弯之后，感觉上有进一步的缩小了跟王一博的距离。这一边准备走内线，是不是超过去了？这边直道上，85号王一博超过了对手，小心最后一弯14弯，再把自己的位置超回来。出弯之后的加速很重要，同时不要让对手抓住自己的真空带，尽量的压低身形啊。很遗憾，在这个直道上，身高就是劣势啊，你的风阻会比对手大。走马换将，刚才的一波2个人之间的近战厮杀，过线的时候还是王一博成功的守住了自己第2的位置，还剩2圈。哇，好紧张啊！又碰到慢车，实际上碰到慢车呢，真的对于领先车手来说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再次利用刹车，胡通明，但是出弯能不能守得住？这边胡通明开始不断的摇摆，不想给对手自己的真空带。王一博利用直道上的速度优势，走到内线，这2对手超过去了。还有第10号弯出来之后加速，王一博的赛车是有直道上的速度优势的。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有耐心，不要着急。既然有直道上的速度优势，出了14号弯之后，利用900米的大直道，直接。这个速度优势非常明显，直接在13弯的地方扒掉了对手，再次回到自己的位置。所以现在很清楚，你可以看到胡通明是准备在弯道当中呢，来对对手发起攻击。因此，对于王一博来说，第7弯的刹车区要小心，第9弯的刹车区要小心。还剩最后1圈，守第4弯。守第7弯，守第9弯，这个时候要相当的冷静。第3弯高速弯角过来，第4弯距离很远，胡通明没机会。但是你可以看到，胡通明实际上在进第4弯的时候，跟王一博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线路。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出弯的时候速度能够尽量快。第6弯高速弯角，接下来。因为现在好的地方是没有慢车，这边第7弯，转倒，哇！慢动作比较慢得到。哇哦！
直接太急了，胡通明直接把王一博的车是带出了赛道啊！哇哦！哇哦！太着急了，速度太快，因此轮胎已经完全抓不住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滑倒，也叫 low side。再来看，其实这边距离太远，他跟车的距离还不够，他想利用自己赛道的优势。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还没有到弯心，这个2个轮胎就已经抓不住了，速度太快。这个速度太快了，因为他的还没有抓到这个理想的攻击位，有点操之过急。这种第7弯的超车要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你要能够跟得足够近；第二，双方是在拼制动性能，就是拼你的刹车。如果我的刹车距离要比你短，那么我就有优势。这是一个技能的考验，就是因为第7弯是一个我们叫重刹区，就是要很重的刹车踩下去。哇，85号王一博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生气，他自己也相当懊恼，因为确实他的位置很好。而且对方这个进弯呢是处理的有点勉强了，确实有点勉强。好，你可以看到现在呢，现场王一博也是走回到了这个 P 房当中，车队的工作人员以及队友也过来会给他一个安慰啊。85号王一博其实相当的懊恼，因为毫无疑问，今天比赛里面应该是能够拿第2的，绝对应该是能够拿第2的。